新帝刚登基，朝中事务繁忙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那你呢？你又来这儿做什么？我信中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？我已经厌烦了情爱的纠葛。
小穆大人已经无大碍，我去煎药。为什么不放过自己呢？到时候你我天人两隔，你只会更痛苦。女儿不孝，也好久没来看娘亲了。虽然不知流言为何离京，但这对女儿来说，却是难得的奇迹。我也总算有时间来看看您。您放心，女儿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，也绝不会让任何人挡住我们的路。娜儿，我与公主约了有事议事，她一直未出现，我有些担心，所以前来看看。公主今日扫墓的时间确实比以往久些，也不知被什么耽搁了。或许是……公主，公主。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可以走。公主若是逞强，只会伤上加伤。这个是活血化瘀的药，公主的脚踝肿得不轻，还是尽快上药为好。你怎么还随身带着药呢？下官曾是猎户之子，耳濡目染，养成了这个习惯。我差点把这事忘了。那得罪了。可能会有点疼，忍一忍。说起来，
流眼离京，慕竹华告假。沈大人，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明白，正是我们推行恩印制改革的好时机。你可以向刘琛先提出恩印制的弊端，引起他的重视。另外，也得让他挡在前面，顶住世家的压力，进而激化他与世家之间的矛盾。我倒是差点忘了，刘琛如此的看重你，你若尽心辅佐他，说不定也能成就一段明君良臣的佳话。公主，我只会是您的臣，世人不过爱我精彩绝绝、光芒万丈的模样。可只有一人，在我陷入泥潭之中时，向我伸出了手。朝堂之上，世家的势力已经占了半壁江山，成为南陈的毒瘤。唯有废除了恩印制，才能还南陈一个清宁河山。回去我给你一个名单，是我们的人，你想办法循序渐进，把他们安插在合适的位置。只有这样，我们在朝堂上才有和世家抗衡的势力。明白了，不破不立，世家这个毒瘤，是时候割掉了。来，不用。时间不早了，公主难道不想回去吗？回。是你一直在照顾我。不是我，是菊丽。不对，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是要给我的吧？这是菊丽给你熬的粥，你赶紧趁热喝了吧。喝完回定京去。你要赶我走吗？难不成让你在这里擅离职守？
王殿下也会着急。让我看看你的脉象。不必费心，我的脉象自有赵院士看顾。赵院士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要跟着你背井离乡、长途跋涉，就不能让人家好好歇歇？脉象甚是紊乱，
我已是病入膏肓，再多的药石，也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。药石无用，还可以针灸。不要徒劳了，这只会让你更加失望。何苦呢？我偏要试。水要少一点啊。好。王爷，这是我自己研究医书研磨出的方子，你试试看。它就算没什么用，也不至于喝出毛病来。趁热喝了。喝了吧。多谢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你在我胳膊上试吧。啊，我有点饿了，你帮我去做点吃的吧。我不会炸的，放心吧。放这边吧。我来。针灸药律。王爷，王爷，直墨直接，直墨直接，快叫张院士来！快，老贾，你小心。王爷怎么了？您快看看，王爷，哎呀，这病来得太凶了。那王爷他，我刚看他的脉，恐怕不能再拖了。那子52针，你可学成了呀？我现在只能说是刚入门，但是为了他的一线生机，我别无选择了。王爷，王爷，
怎么会这样？明明一针都没有做。哎呀，医学之道可从来没有什么十拿九稳之说呀。圣母大人，你已经尽心尽力了。可是我……你知道吗？你的存在与我，就像这天上的月亮。我这颗圆冠，我从来没想过，有一日，这明月会照向我，照向我这方寸之地。可是流言，如果你真的就这样死了，未来或许在我垂垂老矣的某一日，我会回忆起你。但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不过只会变成这水中月，镜中花。无论我们曾经多么美好，那也不过是我人生的过客。你就真的甘心吗？你说可不可笑？其实，真正不甘心的是我自己。所以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好好的，不要丢下我。王爷，你醒了。对不起，我以为这样会让你少难过一些。可是，当我自己在鬼门关走过一遭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一切都是适得其反，这反而让你更加的痛苦。而我一时心有不甘。
半睡半醒之间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就算要死，也不能带着这种不甘和遗憾。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字？好，但是不要走，好不好？你还赶我走，实在是太讨厌了。我最讨厌本王是天下第一号的讨厌鬼。赵大师，解了，解了！那还阳伞、圆楼花的毒素啊，这回全都解了。明白了，我去看看王爷。好，赶快去吧。太好了。王爷，都好了，都好了。北周南孙，100年的王朝，1000年的世家。那我南陈皇室算什么？于他们而言，王朝更迭不过是另一个王朝兴起罢了。在他们眼中，没有忠君爱国，更没有百姓苍生。他们所做的一切，不过都是为了自己家族的绵延。不错，他们不是一直想往陛下的后宫塞贵女吗？究根到底，就是想通过联姻，编织出一张如蜘蛛结网一般庞大而无形的利益网。这群混账，这是当真是筹码不成？可是联姻，在世家的手段当中，根本不值一提。陛下可知，世家对于我南陈真正的荼毒是什么？你说。其一，垄断治学，读书写字，于世家子弟而言，稀疏平常的事；可是，于平民百姓而言，却是高不可攀。不读书，更没有恩印制的庇护，就只能永远的在原地踏步，世世代代循环往复。其二呢？其二，垄断土地，世家吞并了大量的良田，把它们租给农民耕种。租金至少要5成，农民辛苦耕种1年，却只能勉强温饱。若遇上天灾，就只能卖儿卖女，乞讨为生。其三，把持朝政，这一点，臣不用给陛下解释了吧？但是6部高官，有多少出自于世家大族，陛下应该比我更清楚。陛下却当成是危言耸听，如此下去，也许就连南陈的根基都会被世家所动摇。世家不出，必有后患。当初在小晴宫初见，我们帝王殿下可是矜持得很呢。我让你脱衣服，你还凶我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你说怎么脱便怎么脱，本王都听你的。
小心着凉。你在鬼门关走过，怕是不止一遭吧？过去了。这地方风景真不错，我想好了，等我告老还乡之后，我就在这儿种几垄菜，再养一些鸡鸭。还要养鸡养鸭？嗯，那这味道该多重啊！味道重，那当然是你来清理啦。那还是让执剑执墨来吧。执墨？执墨可不行啊！为什么？我们家巨力那么爱干净，这执墨身上要是沾了什么味儿，巨力该不开心了。不行，那就只有辛苦执剑了。我看可以。哦，我忘了，我厨房还煮着粥呢，我赶紧去看看啊。王爷，粥糊了，我们出去吃吧。来，这个给你多吃一个，这么多？怕你吃不饱。好喝。来，多吃一点。哎，藕好吃。哎呦，你俩可真恩爱呀！一看呐，就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吧？大娘，我这夫君身体柔弱，麻烦您再给他来一碗馄饨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我是高兴，突然从一个外室变成了夫君，这简直是意外的惊喜。快多吃点。诸位，咱们书接上回，要说咱们南陈的军神，非定王殿下莫属。想当年，他自请挂帅，征战北凉，于乱军丛中杀了个7进7出，将10万铁骑搅得是天翻地覆。谁不说咱们殿下那是勇冠3军，所向披靡？哎，王爷，当时他们都说您是以一人之力拿下了北凉王庭，你快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其实也没什么。当年我捉了胡尔塔，对他如带上宾。哦，就是制造出胡尔塔投敌的假象。北凉王一直忌惮他功高盖主，我就故意把胡尔塔送回了北凉。坐实胡尔塔投敌，然后让北凉王有了除去眼中钉的理由。没错。后来，北凉王除掉了胡尔塔，但胡尔塔的部下都非常的愤慨。然后您就趁机打了北凉一个措手不及，再把北凉王庭一举拿下。如此，可教也。我们家王爷不愧是用兵如神的南陈战神。对了，王爷，你以后不会用这些兵法来对付我吧？
为夫我柔弱不能自理，怎么敢呢？快多吃点，多吃点就不柔弱了。石墨，你把我叫出来，到底有什么事？雪莉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没用，太没用了。出去别说是我弟弟啊。给。这是木瓜做的啊，都说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曲。这实在挺甜的。郭菊丽这姑娘怎么回事？脑子里全是吃的，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解风情的女子。他们都是因你而死。哀家得到了你的新军图，正苦于送不出去，可天助我也。薛孝堂抓住了一个北凉暗探，行军图还是到了北凉人手里。你说，这是不是天意？怎么出了这么多汗？没事吧？我刚刚又梦到宫变那日的情形。怎么了？我没事，不用担心。只是宫变那日，我悲愤交加，无心多想。方才回忆起来，觉得这里面很不对劲儿。哪里不对劲儿？太皇太后曾说过，她得到了行军图之后，却送不出去。刚好那个时候，薛孝堂在军中抓住了北凉的奸细。可是薛孝堂一直身在军中，他是如何能得到奸细的线索的？他背后肯定有人暗中相助。所以说，驹马河之败的幕后黑手不止太皇太后一人，不只是驹马河之败，还有偷换遗诏。这其中肯定是有人作梗。可是，能接触到遗诏的人，必定是深受先帝信任之人。这么看来，也没有几个人啊。一直陪伴皇兄20几年的总管太监，在皇兄死后自尽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原以为他是忠心殉主，现在看来没这么简单。我一定要找人彻查此事，如果可以，我真想与你一起归隐在此，直至白头。听王爷的意思，是要回定京了？别傻了，我怎么可能让你一直在这陪着我呢？况且，现在朝堂里有人暗搅风云，我也绝不能坐视不管。好，那咱们就一块儿回去。我相信，有朝一日，咱们也会一起回来的。
陛下，这是工部孙尚书呈上来的折子。这不是陛下的主品。朕还真是养一帮好臣子，处处替朕分忧，恨不得替朕当家做主呢。陛下，世家恩义本就是朝廷的恩泽，但日子久了，这恩典在他们的心中倒成了应得之物。就好比威风惯了的狐狸，竟忘了究竟是仰仗着谁的威势。这帮蠹虫已经占据了朝廷的半壁江山，若朕再不做点什么，怕是连这南臣也要被诛光。朕已经让人梳理出了世家恩印官员的冗官名单，这几日便会下发之令，正式开始裁撤恩印冗官。陛下，恩印官乃是开国皇帝赐予世家的荣耀，此举不合礼法，有违历代先皇的教导。臣恐怕陛下会在天下人眼中背上背祖忘宗的罪名啊！周大人怎的如此偏激？陛下要裁撤的明明是恩印冗官，周大人却想一口气把恩印官都给撤。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，没有沈惊鸿说话的份儿，那有朕说话的份儿吗？陛下说笑了，那朕便直说了。朝廷没有闲钱去养一群尸位素餐的废物。那就按照陛下的旨意，将那些没用之人都给撤了，换成有用之人，免得影响朝廷各个刑部正常运作吧。孙卿的意思，没了那帮人，我南臣怕是要灭国不成。不知陛下何出此言呢？老臣并无此意啊。陛下，老臣一心为国，绝无私心。朕意已决，尔等不必在意了。请陛下三思，请陛下三思。尔等一口一个三思，是为了陛下死，是为了南臣死，还是为了你们自己而死？皇叔，你回来了。臣刘演参见皇上。皇叔免礼。皇叔，近来可好？谢皇上挂念。臣安好，陛下可好？朕可不太好。皇上怎么了？有人要当朕的家，做朕的主，朕简直是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，又如何能好？是谁如此大怒？这是要谋逆吗？陛下息怒。罢了。陛下，方才臣在殿外，似乎听到了“裁撤”“恩印”这种字眼。不错，朕要裁撤恩印冗官。陛下，恩印制兹事体大，不可轻易裁决。老臣斗胆恳请陛下三思而后行。孙大人，你若这般喜欢倚老卖老，不如一头撞死在这大殿之上，血溅3尺。本王立刻派史官来重重记上一笔，好让你名垂青史，如何？周大人，
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如果本王没有记错的话，再过2年，你便要致仕了。可惜你还不如孙大人，好歹孙大人家里还有一个榜眼出身的儿子，可你呢？你的子侄中没有一个是成器的，眼看着就要人走茶凉了，所以你拼死也不能让陛下废除恩印。本王说的对吗？既然你2位如此不赞同裁撤冗员，那现在国库银两不足，入不敷出的部分，要不你们2家自己补上，要不将你们的亲族门客的官职全都裁撤了，省下来的俸禄来供养这些冗员，你们2选1吧。电王殿下，你这简直是本王怎么了？是无耻，还是无赖？这可是您自己说的。陛下，老臣左思右想，觉得这冗员确实百弊丛生。陛下，老臣附议。表面上凛然大义，这心里却全是私心算计，还真是朕的好臣子啊！不止冗员一则，真正耗空国库的，乃是恩印。罢了，恩印一事事关重大，不可急于一时。今日就到此为止，改日再议吧。陛下圣明。没什么事情就退下吧。皇叔刚才为什么要拦着朕？我们好不容易压倒他们一回，为什么不趁热打铁，一鼓作气？就算不能大动干戈，那也能杀只鸡，煞煞他们的威风才行。陛下，您刚刚登基，当先稳固朝政，要削弱世家的羽翼，不宜操之过急啊。毕竟世家的势力树大根深，若此时我们大刀阔斧地对他们行动，只怕会引来更强烈的反击，对朝堂和社稷不宜。话虽如此，但这世家不得不出。沈惊鸿说的没错，这世家就如同复古之躯，一日不出，这朝堂便一日不能完全为我所用。此话是沈惊鸿对你说的？没错。朕觉得沈惊鸿是真的有才华，对世家的见解也可谓是鞭辟入里。哎，对了，慕周华之前来找过朕，说皇叔你欠了他什么债？究竟什么债啊？他只是觉得臣的病比较罕见，所以想帮臣医治，拦也拦不住。啊。皇叔回来了，皇叔身体可好？近几日乔乔很是担心呢。本王好多了，公主不必担心。皇叔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皇祖母现在身体欠安，父皇一定希望您跟皇祖母多保重身体。公主这些天照顾太皇太后辛苦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别累坏了身子。是，那皎皎就不打扰皇叔去看望皇祖母了。
太皇太后，我知你不是拒马河之战的唯一真凶，但另一真凶到底是谁？还请太皇太后告知。请太皇太后赐教。你不能说话了。若太皇太后不能说话，那就请你写下来。连神志都不清了。公主，帝王出来了。皇叔走了，那本宫也该回去好好照顾皇祖母了。王爷，听你的描述，太皇太后这应该是中风之状，口不能言，身上也动弹不得。他一个如此骄傲之人，没想到最后却得到这样的结果。因果轮回，报应不爽，只是无法从他那儿再得到其他线索了。先不说这些了，王爷，我给你把把脉。这是被谁咬了？这是太皇太后咬的，当时她已神志不清。你看，我虽是公主，不也会被人欺负吗？这牙印儿，该是我3岁的时候吧，被一个小孩咬的。王爷，太皇太后这是在跟你指认幕后凶手。你是说，柔家公主的手臂上也有一处牙印？此话当真？对，我亲眼见到过。能在战事中动手脚，导致苍梧军一败涂地的人，非薛孝堂莫属。但又是谁能把北凉暗探的线索告诉他呢？薛孝堂至死都没有说出那个人。他一直在掩护这个人。对，他是在保护他。能让薛孝堂舍身相护的人，除了柔家，就没有别人了。薛孝堂之死，只能是柔家公主出的手。我还一直以为他对薛孝堂是情深意重，真没想到。进来。王爷，穆大人。贺钦，调查有何发现？大总管名为李瑞生，父母早逝，年少之时便净身入宫，被分配到东宫。之后一直跟随在先帝左右。他孤家寡人了大半辈子，唯一一个例外，便是一名叫杏儿的宫女。他们2人是同乡，又同在东宫做事，一直是相互扶持的，关系亲厚。那柔家公主跟这个杏儿，杏儿正是柔家公主的生母。想不到柔家公主跟大总管还有这层渊源，难怪连遗诏都能换。
飞鹰小队的其他成员也在暗中监视柔嘉公主身边的人，发现她身边的侍女曼儿去祭拜了一名逝去的教书先生，就是那个为袁成明刻碑的人。好了，都知道了，你辛苦了，何心，去歇息吧。如此，袁成明的空冢和云响月的死，都是出自他的手笔，目的就是为了挑起我和太皇太后之间的争斗。我突然想到，沈惊鸿也那么爱慕于他，会不会也被他利用啊？你怎么知道沈惊鸿不是自愿被他所用？在陛下面前指出世家的弊端，本来也没什么。可是他在朝堂上言辞激进，有煽风点火之嫌，这对刚刚登基、根基未稳的新帝来说，如此冒进，是百害无一利。希望他不要步薛小棠的后尘。出绞心，绞人疗心。公主怎么突然来访？看来是我惊扰了你。无妨，本来也是随手为之，丢了便是。丢了多可惜啊！你继续写，我来补过时。梦似洪荒共度，若情若离若诉，让一生间不断错落的人间朝暮。尘世的烟花终究留不下漫天流沙，那惘然的衣裳，想问你如何作答？谁又在命运的悬崖，把离别晕染成泪花？心酸就在孤独痛彻里喧哗。尘世的烟花终究留不下漫天流沙，我轻轻的牵挂，而你要如何收下？听风声下锁了寒鸦，遗憾从悲欢里发芽，星辰就在孤独痛彻舒养揪心，劳心秋兮。看来沈公子心中思念甚是烦扰啊。以前会，现在不会了。今日早朝之事，我听说了。你能说服陛下裁撤容元，
也是个不错的开始。可若非是定王出面阻拦，废除恩印一事，恐怕已然提上日程。这次皇叔突然归来，想必定是来者不善。燕帝，南臣还有朕的儿女都托付给你了，放过母后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皇兄临终前将他的子女托付于我，可没想到他才走没多久，琛儿和玉儿就险些反目成仇。然而造成这一切的，竟然是他唯一的女儿。我可能命中注定要辜负皇兄所托了。如今的一切，也只是猜测。陛下初登基，柔家公主在百姓之中又颇受爱戴。要是贸然出手，一个是怕朝廷动荡，另外也难以安抚民心民意。这一切，先不能让琛儿知道。他性格莽撞。若是知道他的亲姐姐害死了3万将士，还害了那么多人，他一定会去找柔家理论的。就是不知道，他只是为了复仇，还是另有图谋。现在这一切也只是猜测，我们也并没有真凭实据。为今之计，还是静观其变，看柔家会有什么异动吧。由他们去吧。属下无能，让他们跑了。无妨，有人沉不住气了，这是好事。穆大人，穆大人，救命啊！穆大人，来了！快！什么？穆大人！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小伤。芷墨，来，快扶他进屋。小香，穆大人，求你们一定要救他。王爷，是我太冲动了，才害了芷墨，请王爷责罚。忍着点啊。血暂时止住了，菊丽，好好照顾他。有任何异常就来找我。知道了，小姐。芷墨，放心，有我呢。起来吧。
这般冲动行事，就没有想过后果吗？你可能觉得，大不了就赔上你这条性命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样做会让直墨失去他唯一的亲人？